西安到印度只有2438公里，步行半个月就能到，为何玄奘取经却走了6年？《西游记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，而这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原型便是唐朝的一位僧人，法号玄奘。玄奘为了求得真经，从长安出发，经过秦州、凉州、瓜州、伊吾、高昌、阿耆尼国、拔鲁迦国、大清池、碎叶城、萨莫建国、范衍那国、迦毕士国、犍陀罗国、曲女城，最终抵达天竺的那烂陀寺。全程52000公里，足足花了6年时间才取到梦寐以求的真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从这张线路图就能看出，这长安到天竺明显有更短的路线，为何玄奘非要绕这么大一圈呢？作为唐朝高僧，玄奘不可能没有做功课就草率上路。从地图上看，从长安到天竺一共有3条线路，一条是距离最近的中线，经过青藏高原的吐蕃，再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天竺。第2条南线距离相对居中，是从长安出发，经过云贵川，穿过缅甸进入天竺。而最后一条便是西线，也是3条路线中最远的一条，从长安为出发，经过甘肃新疆，穿过中亚进入天竺。单单从距离来看，中线无疑是玄奘法师的最佳选择。但即便是古代的中原人也知道，西藏地区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劣、常年风雪肆虐的地方，并且当时的青藏高原还在吐蕃手里，而吐蕃又是一个不信佛的国度，如果贸然前行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当然，即便侥幸通过藏区，还得面对一座普通人难以跨越的喜马拉雅山。因此，玄奘绝不会选择这条未知却充满危险的线路。接下来是南线。南线属于古代南丝绸之路，也称为蜀身独道，是一条起于四川，经云南到达印度的通商孔道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。既然这条古道可以通行，而且距离更近，那为何玄奘也没有选这线路呢？其实，在西汉时期，蜀身独道确实是通往印度的最佳路段，几乎全程都在中原王朝的管控之下。可是到了唐朝，这条古道就不那么好走了。此时的云南地区名义上依然归属大唐，但实际早被多个大姓家族分瓜。原本畅通的蜀身独道也因为各势力相互攻伐，多条官道无法维护而废弃。即便玄奘绕过了各大势力的盘查，这云贵复杂的地形也是凶险无比，再加上古道不通，想要穿过缅甸去印度，无疑是天方夜谭。因此玄奘才选择了距离最远却相对安全的西线。所谓的西线其实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，起源于西汉时期，由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，以长安为起点，经甘肃新疆到中亚、西亚，最后通往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。丝绸之路发展到唐朝时，路段和驿站等通商设施已经非常成熟，重要的官道和据点均有朝廷来管理和维护。因此这条线路不仅在安全上得到了保障，沿路的商贩旅馆也可以解决吃住等问题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佛教便是通过这条线路传入中原，沿路均是信佛之人，对于过往的僧人也都十分友善。而玄奘也是希望通过这条线路了解到各地对于佛法的认知。只可惜玄奘拜佛求经的意愿并没有得到唐王李世民的准许，4次出城属于偷渡行为。因此整个取经之路玄奘都要隐姓埋名，碰到有官兵把守的关卡时就得绕路而行，原本只需1-2年的路程，硬生生走了6年才抵达天竺的那烂陀寺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既然陆路不好走，那为何不走水路呢？确实，古丝绸之路分水路和陆路2条线路，水路是由广州经南海、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。这条线路也是很多天竺僧人来华的首选线路，比如更久远的达摩和取经回国的法显都是选择的水路。而当时玄奘的第一想法也是海路，奈何当时的唐朝对海上贸易并不热衷，想要出海只能等西海的船队来华。再加上玄奘又是偷渡出国，因此水路根本就行不通。虽然取经之路凶险万分，但玄奘克服了种种困难，终于历经17年将数百部佛经带回中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玄奘撰写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帮助过中亚很多国家重建历史。就比如印度的一位历史学家曾说过，没有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也就没有印度的历史。由此可见，玄奘之路不仅为中国的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，更加强了中印及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发展。